年底全员涨薪，作为销冠的我反被倒扣200，我人傻了，跑去找财务理论，结果却被告知合情合理，你手底的都是老客户，就算你不维护，也会和公司合作，不能算你的业绩，不对吗？至于扣200，上个月你装肠胃病请假1天，扣你1天薪水，很合理吧？合理。我手底下1级客户数10位，每天为了维护他们跑上跑下，喝酒喝到肠胃炎发作。你告诉我，这不仅不算我业绩，还要扣我钱，这叫合理？行，既然这样，那老子辞职单干。我都自己当老板了，带走这些大客户也算合情合理吧。忙碌1年，终于熬到了年底，全公司上下都欢欣鼓舞。因为早在上个月开会时，老板就对大家宣布，新的1年要给大家涨工资。发工资当天，全公司所有人都是满脸笑意，只有我表情沉重，神色匆匆走进财务的办公室。赵哥，这个月的工资是分2批给我打吗？财务赵文武手机声音外放，在王者峡谷驰骋。闻言，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你先站一边待会儿，我有正事儿呢。我刚想开口说话，赵文武就低下头去，顾不上我了。对面来反蓝了，打野死哪儿去了？还不快过来！大残，妈的，对面肯定开挂了，不然我这波必杀他。我尴尬地站在办公桌前，看着赵文武眉头紧锁，在那骂骂咧咧埋头打游戏。5分钟不到，他送出7个人头，直到水晶被推，赵文武才骂骂咧咧地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，不耐烦地抬头看我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工作时间不好好上班，跑我这儿来磨洋工？我几次深呼吸，我想问问咱们这次发工资是分2次发吗？为什么我这个月不仅没有涨薪，还比上个月少了200？涨薪？赵文武不屑地切了一声，你有什么资格涨薪？你经手的都是老客户的单子，就算是没有你，他们也会选择和公司合作的。你对公司毫无贡献，当然不会涨薪。赵哥，你说这话就过分了吧？这几年我在公司兢兢业业，那些老客户的维持可并不容易。就上个月，我还为了陪客人喝酒，喝到肠胃炎发作，直接进了医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呵，赵文武的目光却更加不屑了。你当我傻？还为了陪客人喝酒，喝出肠胃炎？不过是你不想上班，只想偷懒的借口罢了。这次只是扣你200块钱，下次再敢偷懒耍滑，直接扣你1个月的工资。赵哥，我是看你年纪大，尊称你一声哥，可你也不能倚老卖老，没事找事吧？赵文武看我不顺眼已经很久了，他是公司大老板的表弟，公司业务发展起来后就被老板安排进入公司，一进来就坐上财务总监的位子。他自视和老板是一家人，将公司看作是他自己的资产。我平时为了笼络客户，逢年过节都要请客吃饭，陪完送礼，每次把发票拿给赵文武让他报销的时候，他都难受的像是要割他的肉一般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一次次地针对我。要不是公司绝大多数的合同都是我签下来的，他恨不得直接把我赶出公司。既然赵哥你这么说话，那咱们去老板面前说说吧，看我对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贡献。你去啊，你以为工资调整不需要我搁点头吗？我倒要看看你去了能说出个什么花来。我敲门走进老板办公室时，老板似乎是已经收到了赵文武的消息，表现得很淡定。小何啊，来，快坐，尝尝我这茶。老板，我这工资。他抬手制止了我接下来的话，先尝尝这茶嘛，我刚得的，有价无市哦。见他坚持，我只能拿起茶杯，勉强尝了一口。老板这才满意一笑，小何啊，我知道这次公司没给你涨薪，你心里委屈，但是你也要体谅公司的难处，咱们现在经营情况实在不算太好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我放下茶杯，勉强压住火气，可涨薪是上个月已经说好的事，况且全公司都涨，就我一个人没涨，这放在哪儿都说不过去吧。老板尴尬一笑，那要不这样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明年业绩能照比今年翻1倍，明年年末我就给你加薪，怎么样？我不禁冷笑，现在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也就是我了吧，别人业绩差都要涨薪，我这个业绩最好的反而只能吃你的大饼。老板眼一瞪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之所以业绩好，还不是因为你依仗着自己资历深，把公司那些老客户的单子都抓在手里，其他人都是自己出去找资源，和你能一样吗？就算是老客户，也是我辛辛苦苦维系起来的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刚来公司那年，您父亲已经去世2年有余，所有的老客户都选择不和你再续订单，是我挨家恳求谈判才把生意谈下来的。老板被戳中痛脚，立刻吹胡子瞪眼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拿功劳威胁我？老板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文武说，你现在仗着自己谈了2个单子，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你还真是以为公司离了你转不了。老板越说越来劲，最后干脆一拍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前2年那是经济形势不好，你来的时候正赶上经济形势好转，就算没有你，我爸那些故交也会争着抢着和我签合同。
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老板娘神色匆匆从外面走了进来。有了老板娘劝架，老板才勉强收了一丝火气。老板娘把我送到门口，她这2天也是事儿比较多，心情不好。小何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，等我劝劝她，你们再好好说。今天我做主，给你放1天假，好好玩会儿，散散心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自然不能再赖在办公室不走，只能颓然走出公司大门。一上午的争吵，仿佛已经抽干了我全身的力气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又响了。我拿起手机，妈妈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儿子，怎么样？这个月你涨工资了，是不是能多往家里打点钱？你弟弟这病不能再拖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去北京找专家看。”从我记事起，我的脑海里就没有母亲这个角色。爸爸早年在工地上班，不幸被掉落的砖块砸到脑袋，人还没等到医院就不行了。而妈妈带着赔偿款，匆匆收拾了2件衣服，连夜逃走，从此再也没有了踪影。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，爷爷奶奶靠着从地里种出的一穗穗玉米和一个个萝卜养大了我。直到2年前，一个满脸沧桑的女人来到我的面前，自称是我的母亲。她抱着我嚎啕大哭，说当年爷爷奶奶是怎样欺负她，害她不得不抛下孩子远走，又说她这些年是怎样的思念我，以至于自己几次想自杀了断。可就在我刚开始觉得自己拥有母爱的时候，她又一脸愧意地告诉我，这些年她已再嫁他人，并且生下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。弟弟18岁那年突发急症，卧病在床，到底和你是一个肚子生出来的，以后你们2个相互扶持，我死也能瞑目了。妈妈说的相互扶持，就是让我每月拿出大半工资给弟弟看病。她从来没问过一句我工作累不累，生活的好不好，每次打电话都只是要钱。工资还没发呢，等发了再说吧。我敷衍道。以往若是我这么说，她肯定要生气，骂我没心没肺，自私自利，不讲兄弟情义。但是今天她竟然反常的只是沉默了下，便温言将此事略过。妈妈知道你很辛苦，等你弟弟病治好了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还有啊，你老板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你是指……刚刚和老板吵完的我听到这句话，心头一跳。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家里的事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一头雾水。没事没事，我还要照顾你弟弟，我先挂了，你发工资记得打钱啊。那边叮嘱了一句，便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。听他的语气，我直觉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但我思虑良久，也没能想明白内中的玄机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。老板招呼我坐下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按理说，咱们公司发展到今天，一切都得正规化。讲道理，你说是不是？要是讲道理，那我绩效最高涨薪水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”老板摆摆手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公司现在不应该再养你这种自以为是，想要靠往日的功劳挟恩图报的员工了。”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你要解雇我？老板点点头。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又是老板娘闯了进来，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。老板娘往日1个月也不见得来公司1次，现在怎么接连来了2天？还没等我深入思考，老板娘已经冲到老板桌前，瞪着老板：“你说说你干的是人事吗？这么多年的老员工，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，你说开就开了。”老板一脸不耐：“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我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，最起码我懂不能狼心狗肺这么对待老员工。你对老员工都这么不留余地，以后对我还能好了？你要敢辞退小何，咱们就离婚。”看着这2个人在我面前一唱一和，我总觉得什么地方说不出的怪异。我偷偷拿出手机点了几下，然后趁着这2人争吵的时间，把手机紧贴着椅背放好。等我忙完这一切，2人已经吵出个结果了。老板无奈地往老板椅上一坐，女人一胡搅蛮缠起来，真是不可理喻。她抬头看看我：“那小何你就不用走了，只不过以后每个月工资要扣500块，以儆效尤。”老板娘急忙开口：“小何，你先答应下来，出去上班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，嫂子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这钱我肯定磨到你个松口给你补上。”我没说什么，只是乖乖点头，走出办公室。我回到工位上，看着周围人看向我或同情或嘲讽的眼神，心中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几年前我刚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，这个公司还是个破烂摊子。前老板去世，新老板没能力，得罪了所有老客户，公司岌岌可危，处于倒闭的边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老板也就是现在的老板剑走偏锋，开除了公司所有的老员工，转头找了一批大学生来实习，美其名曰既提升了员工平均学历，又能够减少开支。而我就是那些大学生之一。自从入职以来，我兢兢业业工作，对照着之前的客户单子，一家家厚着脸皮上门讨好。孙总老妈生病住院，我整日跑去医院端水喂饭，一直伺候老太太到出院。徐总不经意提起自己老婆喜欢林氏只售线下的糕点，
我当天坐车去给买回来。季老板的儿子走艺术生路线，想找名师而不可得，是我东跑西颠拉关系，欠人情帮忙，和全省最权威的老师搭上了线。是我日夜奔波，殚精竭虑，才让这些老板回心转意，重新和我们公司签订合同。可是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的工资却一点没涨。每到年末，都是老板的画笔时间。小何，今年公司状况还没回转过来，等明年一定给你涨工资。小何啊，今年公司状况虽然好了一点，但扩张业务也还需要钱，你先再委屈1年，明年一定给你涨工资。小何啊，现在给你涨工资也涨不了太多，不如等明年给你涨个大的怎么样？直到今年，所有员工都在抗议工资太少，要求要么涨薪，要么离职，老板才不情不愿松口同意，并落实了涨工资这件事。可业绩最高的我却还是1分钱没有涨。现在回想起老板之前的嘴脸，我愈发后悔之前怎么就没早点下定决心，非要被他所谓的一起奋斗的情谊所绑架，始终待在这个公司干最多的活，忍受最差的待遇。抬手看了看表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。我起身在同事们如芒的目光中，再次走向老板的办公室。当我敲响办公室门的时候，老板眼神明显有一瞬的惊讶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径直走进屋里，拿出贴着在夹缝中立着贴着椅背的手机，冲他摇了几下。手机落这儿了，回来取。你瞅瞅，你上班连联系客户的手机都能忘拿，可见你对工作根本不上心，扣你工资也不愿。见我脸色实在难看，他才缓和了语气。你也长点记性，你这样对着我和小赵吹胡子瞪眼睛的，不扣你工资我们也很难做啊。你好好表现，过几天我再把你工资涨回来好吧？我像是认命一般点了点头，出门前不经意的回头一看，果然看到老板脸上得意的微笑。我拿着手机快速走了几步，进了卫生间，又戴上耳机，迫不及待点开刚刚故意落在办公室录到的手机录音。在一段寂静之后，录音里响起了脚步声，门被轻轻打开，片刻后老板娘的声音出现了。确实走了，你这一招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？你没看他之前和我拍桌子那样，现在咱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吓唬一通，你看这不是乖乖出去干活了？真有你的，我刚刚真是害怕，万一他一甩手不干了，可就真完了啊！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弟弟生了重病，急需要筹钱去医院，他不敢在这个时候丢工作的。啧，你说你这黑心老板干这事儿我都觉得缺德。老板娘笑着嗔怪，那咋了？是他妈找上门让我把工资以后全都直接给他，省得他不舍得给他弟花钱。我要是真黑心，我就答应他妈了，他1分钱都拿不到，还得老老实实给我干活。呸，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怕把人逼急眼了，真撂挑子不干了？老板哈哈大笑，知我者，我老婆也闹这一出，不光不用给他涨工资，还能少发几百块，钱都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省出来的。听着老板和老板娘嚣张得意的笑声，我默默关上手机屏幕，走回自己的工位，草草收拾了下自己的东西，把电脑上我整理出来的资料全部拷贝，然后删除。全部收拾妥当，我才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。从今天起，老子不在你这儿干了。我坐在电脑前打游戏，任由手机遭受频繁轰炸。自从我提出辞职那天起，老板老板娘的电话就纷至沓来，不止他们，我妈也焦急地打电话过来询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好好的就辞职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弟弟现在还等着你的工资去看病呢？你就这么辞职，是要活生生害死你弟弟吗？我语气冷静。前2天公司来了个精神病，非要我们老板以后把工资直接打到他卡里，说是要给自己小儿子看病，怕我私藏工资。电话那边陷入了长久的静默。过了好半天，我妈才讪讪开口，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是有苦衷，实在是你弟弟的病等不得了。再说了，你老板最后也没同意啊。总之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不会给你们打1分钱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我就挂断电话，并且把他拉黑。当晚，我妈就用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给我发来了一长串信息。你现在该消气了吧？你难道真的想害死你弟弟吗？我和你们老板说好了，以后工资全都打到你卡上，他也承诺不扣你工资了。你快去跟老板低个头认个错，继续好好干活。见我始终没有回复，他又发信息催促，怎么不说话？你别不懂事，你弟弟的病真的很急。最后他干脆直接破防。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，还好我之前就看出来你指望不上，跑的时候没带上你。从小没有母爱，现在遇到亲妈还不知道珍惜，为自己亲弟弟花点钱都舍不得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打完一局游戏，面无表情拿起手机，把这个手机号再次拉黑。直到辞职的第4天，我终于等到了我想要等的人。听说你辞职了，我还不信，让人在你家楼下蹲守了好几天，你还真没去上班啊？来人是个20来岁的青年，穿着套卫衣牛仔裤，毫无形象的大咧咧往我家沙发上一躺。理念合不来就待不下去了呗。我环顾四周，也没找到家里的热水壶被我放到哪里去了，只能拿了瓶东方树叶递到他手里。他看也没看，随手把瓶子一扔，
这破玩意儿我喝不惯，一会儿出去喝酒去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啊？大少爷，我这都失业了，吃饭都成问题了，你还惦记着让我去喝酒啊？我这不就是来解决你吃饭问题的吗？这次可以来我公司上班了吧？来人叫温成佑，我们这儿有名的二代子弟，放着家里的事业不管，自己另起门户开了家小公司，正和我的前公司是竞争关系。这大少爷醉心于钻研技术，人情往来上实在缺点耐心，因此这才让我钻了空子，许多放弃我们，而选择他公司的老客户和他处不来，都被我一个个软磨硬泡从他手里抢了回来。起初这大少爷对我那是非常看不上，见面就要冷嘲热讽一番，说我没有真本事，就会使嘴皮子拍马屁的功夫。但在经过几次商场毒打之后，他终于意识到技术的过硬，拍马屁的功夫也不能轻疏，遂动起了把我挖去他们公司的念头。以前我顾念着当初刚毕业，是老板给了我工作的机会，给了我成长的环境，所以拒绝好几次。偏偏温成佑这大少爷越挫越勇，被拒绝100次还能找上门101次。这次我辞职之后，心里多少也有些数，他听到消息一定会找上门来。好在我赌对了，既然他这么有诚意的上门，我也不能太拿乔捏大，那就谢谢温老板了。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办入职手续啊？他有些惊讶的挑挑眉，这么积极，工资不先谈一谈？我相信温老板的人品。打住，我可不吃拍马屁这一套。他掏出手机摁了几下，然后将屏幕转向我。我现在只能给你这个数，不过公司股份分你算我的合伙人，日常奖金也另算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数字，认真数了2遍。月薪？废话，你是不是在家闲了2天，脑子不好使了？你这月薪快顶上我之前1年的年薪了。温成佑没好气瞪我一眼，你就胡扯，这钱现在连请个大学生实习都费劲。巧了嘛，这不是我进公司到现在这么多年，工资都没涨过，可不就是大学生实习的工资吗？温成佑彻底石化了，半天才憋出来句，那你还真是有情有义，这么多年都没走，毕竟也是有奖金的嘛。要不是我们老板这次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也不想闹得这么难看。温成佑耸耸肩，那我就只能感谢他做事太绝，让我捡了个漏。只要你过来，以后我的公司一定崛起。然而他正经不过1秒，行了，事儿也谈完了，咱们出去喝酒去吧。我赶忙找了件外套，你去喝吧，帮我跟公司打个招呼，我晚点和你签合同，今晚要和客户吃饭了。他不禁啧舌，要不要这么积极啊？早一天晚一天的有啥关系？关系大了，年底了，正是和各个公司签合同的时候，早一天谈早好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拿手机跟之前我一直跟进的几个客户发去消息。行，有你这么爱干活的员工，我还真是很欣慰。那我去玩去了。目送温成佑离开，我赶紧低头继续联系几个客户，和他们一一敲定约饭的时间。最先回复我的是我前老板最大的客户孙总，为人仗义豪爽。自从我帮他在医院照顾他重病的老母亲之后，他就向我承诺，以后的合同都和我来签。这也是我最有把握从前公司带走的客户。正好我也想续签合同呢，就在今晚，紫皇大酒店，你来了我还真是更安心一点。晚上当我匆匆走进包厢的时候，孙总还没来，却没想到居然看到饭桌旁还坐着2个熟悉的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异口同声。等在包厢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老板和老板娘2口子。见我匆匆赶来，他们眼里闪过一丝不屑。怎么样？没想到你直接撂挑子不干，公司也丝毫不受影响，是吗？受不受影响还得咱们之后走着瞧。老板娘扑哧一笑，你要是真敢和我们走着瞧，你今晚还巴巴的过来干嘛？不就是指望孙总帮你说几句好话，重新回咱们公司吗？老板也不屑轻哼，现在知道离了公司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晚了，我刚想开口说话，包厢的门又开了，是孙总来了。孙总好。孙哥晚上好啊，我们几个人相继打声招呼。老板忙不迭地掏出了合同，奉承笑道，咱们先把正事儿忙完再吃饭吧，合同我都准备好了，您直接签就行，什么都按之前的来，我们保证给孙总提供最好的货。孙总毫不犹豫接过笔，小事，小何的为人我还是放心的。嗨嗨，在孙总下笔的前1秒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孙哥，这合同你就这么签了？孙总抬头一脸莫名的看着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之前都说了只和你签合同，这次是你病了，我才直接和你们老板签，我已经和他说好了，提成还是算你的。可是我已经从这家公司离职了啊！我一脸疑惑，而且我什么时候病了？我只是找工作忙了几天，没顾上和您打招呼。孙总停住了手中的笔，看向我的前老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小何生病了，你体谅下属让他休息，这才替他来签今年的合同的吗？钱老板的笑僵在了脸上，支支吾吾，我们是有一点小矛盾，但刚刚已经解决了，小何很快就重新回到公司上班了。我赶紧摇头，撇清关系道，没有的事，我已经彻底从他们这儿离职了。进公司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我工资还和实习生工资一样多也就算了，
还想方设法的扣钱。我陪客户吃饭，胃病犯了进个医院，财务指着我鼻子骂我是故意偷懒。孙哥，您说这公司我还待得下去吗？孙哥脸上的笑意立刻淡了下去，看向我钱老板，你怎么不早说你这公司这样？你要早说我让你来我们公司了。我笑笑，这不是顾念着这么多年，不想对老东家落井下石。您知道我为人的，要不是我实在忍不了了，也不会离职。小何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老板娘脸上再也不复刚刚的得意语句哦，赶紧给我倒了杯水。我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合同，我现在已经入职成佑产业。孙哥，要不你听听我们这边的产品信息，然后再选择签哪一个？不用了。孙总直接拿过我手里的笔，刷一下在我带来的合同上签好了字。我说过了，我以后只和你签合同。前2天我回家，我妈还说你经常上门去看她，帮她把坏了好久的厨房灯给修了，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。孙总，您这样就不好了吧？您和我爸认识也有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之前的情分还是在的。情分？你可没有你爸1/1000的诚信厚道，我和你能有什么情分？说完，孙总直接拉着我，有这2个人太碍眼，走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，咱们好好吃一顿。我把合同装到包里，跟在孙总后面出了包厢门，只剩钱老板和老板娘青着脸坐在包厢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原来公司的老客户被我争取来了大半，剩下的一部分也表示在上一份合同到期后会和我进一步商谈。钱老板的老板娘愈发着急，压着钱老板几次上门，想方设法找我，求我回去。小何，你毕竟在哥这儿上了这么长时间班了，大家都有感情了，你去别的地方哥实在是放心不下你，要不你还是回来吧，哥照顾你，给你加薪。他们开出一个又一个条件，想吸引我回老东家，甚至为了讨好我，干脆利落的把赵文武开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赵文武是公司的败类，直到赵文武灰溜溜离开。但是我却始终没有松口，毕竟人不能在一个坑里跌倒2次，知道这人人品不行，我还不长记性往回凑，那我不是找死吗？终于，钱老板不耐烦了，在我又一次被他堵住，却毫不犹豫拒绝他之后，他直接翻脸了。我现在好声好气说话是给你面子，真的撕破脸，我让你在咱们这一行彻底混不下去。我两手一摊，那我拭目以待，只是你得抓紧时间，要不公司倒闭了，你可就没资格跟我说咱们这一行了。好好你给我等着。钱老板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，恶狠狠地虚点了几下。看着他急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温成佑突然像个幽灵一样从我身后绕了出来。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感觉是要狗急跳墙了。那我给你请来保镖。这倒也不必，他胆子没那么大。但我们都没想到的是，我这个钱老板胆子确实不大，但是心却是一等一的黑。在我们公司召开行业峰会之前，钱老板再次找到我。你真的不打算现在回来？要是你愿意带着客户回来还来得及，公司愿意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老板，你有骚扰我的功夫，还是去医院看看脑子吧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于是行业峰会召开的时候，老板率领一堆记者闯了进来，他的身后竟然还跟了另外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恶狠狠指着我，张口就是污蔑，就是他偷走了我公司的机密到竞争公司去，害得我们公司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。为了行业的生态环境，这种人我们不能让他再在我们行业风生水起。温成佑当即就站起身，又被我使劲拉了下去。你这么说是有什么证据吗？我带走你们什么机密了？当然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技术信息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物证我没有，但是人证我倒是有一个。钱老板脸上挂满了小人得志的笑，他一闪身，露出了之前一直佝偻着站在他身后的女人，赫然是已经许久未和我联系的我的亲妈。他开门见山，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。他向我一指，我是这个人的亲生母亲，现在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他做这些卑劣的事，所以才选择大义灭亲站出来揭发他。我笑了，这位女士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刚刚还一脸正气理直气壮的女人猛地一愣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叫何。我笑着纠正，我叫何卓。这位女士连我名字都说不上来就能大义灭亲，就想站出来指证我偷到前公司的机密。钱老板脸色黑得难看，从台下人们的目光中，他也看出来人们已经对他的话失去了信任。先让他说完，到时候大家再判断。随即我那个亲妈便开口了，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应该已经练习了许久的故事。我偷窃公司的机密，并以此为跳板，被竞争公司雇佣。凭借着自己偷来的机密，我屡次针对老东家，这才害得老东家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面对自己的得势与老东家的落魄，我愈发得意。再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之后，我得意地对着这个女人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说出了这件事情的经过。而她则是经过良久的挣扎，才决定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子走歪路，她选择站出来揭发我。整个故事生动形象，听得我这个当事人都想鼓掌。您讲得非常精彩，但是我想问的是，我是哪一天喝得酩酊大醉去找你的呢？你能不能说上来个大概的时间？他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月11号晚上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，
11号我在陪客户喝酒，从晚上5点喝到第二天凌晨3点，你哪有机会见到我？他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是14号。那真是又不好意思了，14号我出差去了，根本不在本市。话说到这里，再结合最开始他连我的名字都说不上来，围观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？这不就是钱老板生意垮了，看不得之前的员工过得好，这才找人诬陷吗？老板的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们诸位老板评评理，当时他可是我们公司的销冠，我和我老婆都把他当自家弟弟，如果不是他偷了机密，他为什么要走？我早就等着这一刻了。我来给大家听点好东西。我掏出手机，将手机放到麦克风旁边，点开那段录音。确实走了，你这一招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？你没看他之前和我拍桌子那样，现在咱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吓唬一通，你看这不是乖乖出去干活了？真有你的，我刚刚真是害怕，万一他一甩手不干了，可就真完了啊！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弟弟生了重病，急需要筹钱去医院，他不敢在这个时候丢工作的。周围一片哗然，跟着钱老板来的记者们也不约而同的把摄影机对准了他。老板脸色慌张，结结巴巴道：你怎么会有这段录音？我在你们公司这么多年，一直是销冠，可你给我的工资和实习生一样多，所有人都涨工资，你仗着我需要钱不敢轻易辞职，所以就不给我涨工资。要不是你这么过分，我何至于从公司离开？老板脸色青黑，低头快步冲向门口。我妈一脸哀求的看着我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弟弟，你现在的行为算造谣，如果你不离开，我现在报警，你要进去蹲监狱的。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他被我吓住了，忙不迭的也赶紧跟着我的钱老板溜了出去。这两个人经过今天这一曝光，大概公司也黄了，名声也坏了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笑着开口，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现在已经解决完毕，接下来我们请温承佑温总上台发言，最大的巨石已然挪走，以后的职场生涯必将一片坦途。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。